家好，我是奥波。我今天要来开箱，我已经用了半年的蒸烤气炸烤箱，锵锵，就是它。在我近期自费购买的所有小家电之中，我最满意的成员就是它了。而且啊，它是白色的，很可爱吧？大家都知道断食啊，吃原型食物的效果最好。懒人健康餐最方便的，当然就是蒸啊，或是用烤的那种料理。我家没有买大同电锅，所以啊，要蒸东西没有那么方便。这几年来呢，我都是从柜子里面拿出这一台，或是用我的金小碗蒸东西，还要拿出一堆它的配件。光是用想的，我就觉得超级麻烦。而且啊，那2台的内部空间其实很小，真的想要吃一条鱼也放不下。所以啊，我就想说，我可能要买一个蒸箱，找了很久哦，我就决定买这台，因为它 CP 值最高。15公升的精工蒸烤气炸烤箱。对，精工的。我以前啊对精工的印象很像是阿嬷在用的那种饮水机，但是这台还蛮美的它是纯白色的，而且啊它有 LED 的显示幕，还有触控面板，很简约、很现代的感觉。再来，没错，现在很多蒸烤箱它都有复合气炸的功能。我本来是觉得这种复合的功能应该不怎么样，没想到它的气炸效能比我原来的非插排还要好。但是大家也知道，我的厨房很小，小厨房的空间不太够，只能留下一台，我就把我原来的气炸锅送给我妈了。不得不说，它真的是小厨房的救星。它一台啊，直接抵2、3台小家电，而且它的尺寸其实还蛮小巧的。那再来说说这半年多来我最常用的功能是什么？当然买它就是要蒸嘛，所以我最常用的功能就是蒸，还有嫩烤跟气炸。它的使用其实很简单哦，按下启动，选择蒸汽。它会有自己的预设行程，但是你可以自己再调整它的温度和时间。温度从30度到230度都可以调整，它的温度设定范围还蛮广的。而且啊，我觉得它的加热速度还算蛮快的。预热之后到达那个温度，它会哔一声，这时候你再把食物放进去。但是其实我蛮懒的，因为它的预热其实还算快，所以我通常都是把食物直接放进去，它预热好就直接启动，这样我就不用放2次。它里面的空间啊是15公升的。所以真的可以放得下一整条鱼哦。平常啊，像我比较常吃的包子啊、粽子、海鲜，或是我最近迷上蒸蛋，都很方便。换了它之后呢，我终于可以吃到整条鱼的料理了。像我最近就很常从农会买那种真空包装的整条鱼，退冰之后呢，我就稍微加一点调味料，放进去蒸就可以直接吃了。这样吃真的很健康又很方便。这个其实也是我当初很想要选它的原因，因为可以吃整条鱼。再来，它加水的地方在这里。这个盒子呢，可以放得下600cc 的水。这个小水箱啊，我觉得它表面还算蛮光滑的。它可以整个打开，所以也蛮好清洗的。但通常我都是加 RO 的纯净水，这样子比较不会有水垢。它装满水啊，其实蒸一般的料理就很够用了。我很少啊把它蒸到没水。但是呢，如果蒸到一半真的没水了，就需要把它打开，然后呢再把这水箱拿出来加水。蒸汽这时候会超级大，眼镜会直接起雾的那种。这台呢没有办法直接从外面加水，我觉得算是一个小缺点，但是这也是我用到目前为止我觉得唯一一个小缺点。
再来，我第二常用的就是嫩烤。有时候啊，想烤一些蔬菜啊、杏鲍菇，还有一些肉排啊等等的，用气炸其实会比较干。这时候我就会选嫩烤，它在烤的时候啊，会有点像百慕达烤箱那样子，偷偷的放一点蒸汽，所以啊，烤出来的肉会蛮多汁的。花椰菜也不会烤到焦掉。平常好市多买那种13香鸡翅，大概我放进去烤12分钟，就非常的嫩，很 juicy。杏鲍菇、节瓜和甜椒放进去烤也非常多汁。第三个就是气炸，我也非常常用，尤其是晚上宵夜的时候，青浦的麦当劳都要排队，我懒得去排，我就拿出好市多买的薯条，直接放进去气炸。它的配件呢，有一个这个转笼，搭配使用，薯条就会全方位的被气炸。我在放薯条进去气炸的时候，我会选转烤。让这个转笼呢可以旋转，这样子360度的旋转啊，边气炸，其实啊会比摊平的放到烤箱更脆更好吃。再来，我觉得它这个透明的玻璃还有炉灯也很好，像我这种料理新手，其实不一定每次都能很好去掌控那个温度还有时间，我就常常会中途偷看，可以避免烤焦啊，或者是煮过头。再来讲到烤吐司，它里面呢有附一个烤网，我觉得这个就比较看个人口感，气炸啊、嫩烤有不同的口感。我通常啊会把烤盘就垫在底下，可以接一些那个吐司的屑。除了烤网以外，它还有另外附2个烤盘，一个是有孔的，然后另一个是全平面的。这个呢就可以搭配你的食材使用。蒸箱里面呢，同时也可以放2层。如果啊你跟我一样是走那种懒人料理路线的话，就可以像我这样用。把烤网啊或烤盘放在最下层，这样子呢，它上面就可以直接放碗啊，或是蒸鱼的盘子。然后呢，上面那一层可以再放1层肉啊，或是1层菜，或是你1层放菜，下面1层放鱼，或是蒸蛋等等的，你就只要备好料，调味好，全部呢放到这个蒸箱里面，就可以一次完成上菜。除了这3个我比较常用的功能以外，它也有解冻、做优格和果干，还有除垢啊、保温的功能。忘记退冰。它没有熟，它就只是解冻而已。用微波炉会熟。它其中还有一个按键，就是烤鸡，对，就是烤全鸡。这个15公升的容量是没有问题的。讲到懒人家电，清洁当然也要懒人清洁。我通常在用的时候呢，下面我会垫烤纸或是锡箔纸，避免食物的油啊或是渣渣就会直接掉到底下，这样比较不好清。它的烤盘摸起来蛮滑的，我觉得不太刮手，所以说如果你用手洗的，其实也蛮好洗的。不过可以放洗碗机，我当然全部都放洗碗机。每次使用完毕，我都会把里面的烤盘直接放到洗碗机里，然后呢，把上面的小水箱的水倒掉，保持干燥，它比较不容易发霉。最后呢，我会取下底下的这个沥水盘，把里面的废水倒掉。
再稍微冲洗一下。其实我觉得它这个材质也是算好洗的，蛮光滑的。这个蒸烤箱的内层呢是不锈钢材质，我用完我就会用抹布沾一点清洁剂把它全部擦一次，连玻璃也可以擦。全部擦好之后，我就会用抹布沾清水再把它擦一次。我觉得以我这样用半年，其实使用频率还蛮高的。这样的状况来说，应该是算维持的蛮好。所以我觉得它清洁真的还算蛮简单的。以上是我这次的家电开箱，我觉得这台真的很适合喜欢懒人料理，然后你家厨房可能不太够大，空间不够用的人，它一机可以抵蛮多机的。最后，喜欢我的影片可以订阅频道，和我一起开箱更多家电。那我们就下一集见喽，拜拜。